不会有人拼尽全力播种下希望。如果没有人来相信明天繁华似海洋，就不会有人跟随跋涉百年的茫茫。回首望，路遥遥，多少行囊没了主人。抬头看，路漫漫，理想依旧遥前方。回首望，路遥遥，多少脚印深深。抬头看，路漫漫，理想依然在召唤。抬头看，路漫漫，理想依旧遥前方。1962年，我们刚刚经历了3年困难时期，全国上下粮食紧缺，物资匮乏。当时包括我在内的很多同事都患有低血糖病，嘴里含一小块冰糖，是当时最有效的解决办法。老邓啊，还有存货呢，就剩这么点了。哼，你们天天抢，能剩这点不错了。怎么样？哎呀，3号机又趴了。哎呀，最后一组数据卡在那儿出不来。我们一会儿啊，2天没睡觉了，再不睡觉我也得趴了。
不是刚说完吗？24小时不停，别说机器了，人不歇着都要出毛病了。找到问题没？还没找到，可能是里面齿轮碎了，我再研究一下。那数据呢？李梦他们在外面算的。还是52。老邓，又是52。苏联专家给出的参考质量是110，数据对不上，6235的链式反应就没办法发生，原子弹就成哑炮了。方程式没有问题，应该是计算步骤出了问题。又白忙活了。啊，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咱们再算一遍就是了。说得轻巧，从这儿算到这儿，要多长时间？3个月了吧？我们算了也有7遍了，纸都用掉几吨了。计算机刚爬了1台，另外2台随时可能出问题。几十组数据，要算到什么时候去？已经算了7次，结果仍然是错的。这个核心数值对不上，我们的工作就无法继续进行。加上那段时间粮食定额一直在缩减，最困难的时候只有水捞饭和菜汤。长时间这样吃，战士们和我们中的很多人都出现了身体大面积浮肿的情况，精神和身体上的双重压力，难免让人产生情绪。现在连个土豆丝儿都没有，这咋吃啊？小高，吃饭啊？哦，来，我教你个新方法吃，来点酱油。哎，来小高，是不是觉得没滋味啊？怎么样？告诉你，在日本这是高级吃法。哎，这高级的日本饭给你吃了，我回去补个觉啊。过来。哎，王斌同志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那我们来这儿就是为了艰苦奋斗的。是吗？年轻人，我想问问你，你奋斗了几年了？我知道，我刚来。你知道什么？美国人虎视眈眈的，苏联人又不讲义气，吃的喝的全给他们了，大家伙儿都在这儿吃这个。这帮苏联专家吃饱了就走，根本不传真经给我们。赫鲁晓夫说了，靠我们中国人自己，20年我们都造不出原子弹，这些你知道吗？你就是动摇军心。你别给我扣高帽子！不要吵了，不要吵了。小高坐。别说了。你们是科研人员，是知识分子，像什么样子？吵能吵出结果吗？同志们，最近我们的工作确实遇到了一些困难。
我们计算出的数值，跟苏联专家给我们提供的数值差了1倍还要多。我们都很着急，但光着急没有用。造原子弹，美国人用了6年，英国人5年，苏联人用了整整8年。当然，我们没有8年的时间，同志们，我们甚至连2年的时间都没有。毛主席说呀，说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记号，给了我们，这账将来很难还。同志们，我们要争这口气呀！数值错了再算嘛，1遍不行2遍，2遍不行20遍吗？没有计算机，我们有计算尺，我们有算盘，算盘不够，我们是不是还有笔和纸？我相信，我们一定能造出我们自己的原子弹。西西，见字如晤，近来家中可好吗？岳父身体可好？点点和平平可还听话？个子长高了没有？有没有想十分好爸爸？昨天夜里，爸爸单位来了一位奇怪的客人，偷吃了院子里的竹子。他的名字叫竹鼠，黢黑黢黑的，长得比猫还大。尤其是那2颗大门牙呀，比点点的大门牙还要大。来，过来。姐姐和弟弟，1人1半。看，就长这样，好玩吗？大门牙，大门牙，大门牙。现在啊，你们小高叔叔啊，每天给他砍竹子吃，还要把它当宠物养，但是名字没有取好。你们有什么好的主意吗？小高叔叔养的老鼠，那就叫高叔叔吧。高叔叔。不好听，叫小竹子吧，就叫高叔叔。叫小竹子，高叔叔。又急，冰糖没了，可否再买些送来？贾县。压箱点的。财务室那边怎么说呀？别说2个月了，1个月都支不出来。现在商业局又把糖票减少了。那什么时候能发呀？春节前够呛了。哎，传达室的老刘头你问过了吗？他儿子上个月不是刚结婚吗？特批了糖票，没准他还有。对呀，那我赶紧去问问。快去，谢谢小杨。没事儿。糖，洗手了吗？没洗。来。甜吗？甜。妈妈，我还要。平平乖，糖吃1块就够了，吃多了牙疼。不疼不疼，就一小块，小块一小块。这些冰糖啊，是给爸爸准备的。爸爸比我们更需要冰糖。平平乖好吗？
底是谁拿的？我没有拿。没拿。没拿，冰糖长腿跑了，长翅膀飞了。妈妈现在问你们最后一遍，到底是谁拿的？说话！我让你不说话，让你不说话。干嘛你们不学好？你们要吃冰糖，你们跟妈妈说呀，妈妈会想办法的。这些冰糖是爸爸的，爸爸现在怎么办？把冰糖吐到土里，他把秋千丢到小树，跟着会得了营养，陪爸爸和全家叔叔阿姨们一起吃。雷管放进去以后，距离近的炸药应该最快到达油球表面，相反，远端就会慢一些。也就是说，爆炸是以曲面的形式挤压油球表面。哎，邓老师，能不能让工厂再做小一点，尽量多放，让这个曲面达到最缓？理论上可以，但还要实验。哎，李妈，工厂联系的怎么样了？他们说这已经是最精密的尺寸了。如果球形不行，咱们做枪式的呢？枪式，全国的油加起来都不够啊。来，把杯子给我。数值出来了，还是52。52，又是52，算了8次，仍然跟苏联专家给出的数值对不上。距离中央制定的模拟爆炸时间仅剩3个月，可这个52令我们所有人都百感交集。来，妹儿，投一个。来来来，来一个，明梦。呀，进了。又进了。哎呀，进了，就是姿势太难看了，是吧？难看是难看，但是进球了呀。
那么也就是说，可能我们算的是对的，或者说，我们算的根本就是对的。是啊，刚才李梦不是说了吗？这姿势难看不要紧，头进了最重要。你是说苏联人故意骗我们？他们不希望我们搞核试验。最有效的办法，就是给一个错的数值。他们料定，我们只要算出的东西跟他们给的数值不一样，就永远不可能往下推进，是不是？这帮，我们的计算方法很简陋，不等于我们就算不对呀，对不对？我们要有信心，要不要再算一次？再来一次，再算一次，再来一次，走。来。从你爱人那知道，你一紧张就低血糖。我今天专程给大家送冰糖。总指挥同志，开始吧。好。模拟爆破试验正式开始。100年前的一棵树，新芽绕成雾，
他曾看见爷爷告别了老屋，那条烽烟滚滚的长路，热血洒征途，那群衣衫褴褛的人啊，要去找日出。几十年后，这棵好，同学们，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呢，就是邓稼先旧居。邓老在这儿生活了长达14年。我们看到墙上有一块匾额“邓稼先旧居”几个字，莫还许入心。进入旧居之后，在大家右侧呢，第一个房间啊是警卫室，那么这个呢就是邓稼先的办公室。百年的风让山河